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3支影片，小编我讲解了18动力的审查风波3部曲，其中探讨了许多问题的疑点和涉及的其他公司。虽然很多人要求小编我再继续跟进这项风波，但是今天我们就先来个暂停，因为手套老大哥出业绩了，相信这些都是大家很关注，或者说是大家曾经很关注的一家公司。今天就让小编来解剖他们的业绩，并对他们在美国 OTC 一夜暴涨 68% 给予一些看法。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 Top Glove 最新季度的业绩分析。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该来的还是来了，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开始下降了，从上个季度的 5.4 个 billion 下降到了这个季度的 4.2 个 billion， 也就是 22% 的下跌。之后就是他们的盈利也开始下滑了，一共是从上个季度的 2.9 个 billion 减少了 0.9 个 billion， 也就是2个 billion， 一共下滑了 45%。至于他们盈利率也从上个季度的 53.5% 稍微下跌到了 48.9%。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次的下滑呢？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分析。开始前，这里小编也有个重大消息要宣布，那就是扭转乾坤正在寻找有才华的你。如果有朋友正在寻找实习岗位，而且拥有任何 Accounting、Economics、Finance 或者是 Video Editing 背景的朋友们，可以把你们的 resume 发送到以下的这个网址哦。我们欢迎任何对股市有兴趣的人才加入扭转乾坤的大家庭。那么回到正题，这一次的业绩相信对很多手套投资者都是失望的，主要是因为这3个因素导致了 Top Glove 这一次的盈利下跌，那就是手套的 ASP 平均售价下滑、销售量减少和原产品的价格增加。而接下来小片我都会一一跟你们分析。首先我们先来看 ASP 平均售价的下滑。 Top Glove 表示，手价的平均售价已经在今年2021年的2月份达到了顶峰，并陆续走低，比起之前是下滑了 16% 之多，而可想而知，主要的原因就是如今新冠肺炎在各国已经因为疫苗的接种逐渐受到控制，而当初对手套的恐慌买购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许多新的竞争者进入这个行业，也导致供应增加了，所以相信往后 Top Glove 的平均销售价也将会不如以往的强势。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Top Glove 之前的平均售价可以达到如此的高，其实也与他们的客户地区有关系。这里我们就要联系到下一点，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Top Glove 的主要客户都是来自一些发达国家，就比如说美国、欧洲、日本等等的地方。就如果把美国和欧洲所贡献的销售量加起来，就占了他们总销售量的 57%。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手套的应用是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的平均价下滑。因为第一，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如今的疫情已经开始受控，而对于手套的需求量已经不如以往那么狂热。第二，就是因为美国海关早前分布的 Withhold Release Order 禁止 Top Glove 的手套入境美国，之前就有很多人认为，那么美国不要 Top Glove 的手套， Top Glove 大可卖给其他国家。但是这里大家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美国的手套平均价其实是更高的，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这一次 Top Glove 的平均售价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一次 Top Glove 的销售量减少 4%， 其实原因就像刚才所说的，和美国海关的禁令脱离不了关系，因为美国的销售量占了 Top Glove 的大部分销售，所以这个禁令发布后就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那之后来到第3个收入减少的原因，也就是成本价格的上升。 Top Glove 表示，比起上个季度天然乳胶 Natural Latex 的价格是从每公斤的5令吉85仙上升到了6令吉31仙，一共增加了8%，而定情乳胶则是上升了 0.48仙，从上个季度的每公斤2.3美金上升到了2.3亿美金。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手套需求量攀升之后，这些用于生产及包装手套的原产品都有上升的趋势，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说完了他们收入减少的原因后，就来说说大家应该比较期待的 Top Glove ADR 在美国 OTC 一夜间暴涨的事件。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里就要先来带大家了解 OTC 与 ADR。
首先 ，OTC 市场的全名就是 Over the Counter， 华语名为场外交易。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一个交易所。但是在美国，只有在 Nasdaq 和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是属于场内交易，所以 OTC 市场就被称为场外交易所。那么这个 OTC 也像 Bursa Malaysia 一样，拥有类似 Main、Ace 和 Lead Market 的不同市场。在 OTC 被称为 Best Market、Venture Market 和 Pink Open Market。而且每个市场都有不同的上市信息需求 ，Best Market 最为严格，而 Pink Open Market 最为宽松，甚至不需要任何信息需求。但是也不要小看 OTC 市场，因为也有许多没有在美国上市的大公司都选择在 OTC 上市，其中就有腾讯、LVMH、Heineken 等等的大公司。那么回到来 Top Glove， 他们其实早在2006年就在 Annual Report 写明他们有着这个 ADR 的 listing 了。而经过小编的查询，他们所上市的 market 就是不需要任何信息要求的 Pink Open Market。如果有看过 Wolf of Wall Street 的朋友们，这个 Pink Open Market 就是 Wolf of Wall Street 里提到的 Pink Sheets 演变而来的。We just trade right off the pink sheets here. 那么解释了 OTC， 我们就继续来解释 ADR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 美国存托凭证。这个凭证通常都是由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行持有，他们将会在海外购买 ADR 公司的股票当作库存，然后在美国发行这些 ADR 凭证。简单来说，就是让美国人能轻松的买入外国的股票，或者是让一些海外的公司简单的让美国人买到他们公司的股票。那么了解了 OTC 和 ADR，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ADR 和我们在马股购买的 Top Glove 是有关系的，甚至说是同一种东西。从他们两个的股价来看，可以看到波动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它的 ADR ratio 是 1:4， 也就是说一个 Top Glove ADR 就等于4个 Top Glove 母股。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星期一 Top Glove 就会大涨呢？这里请容许小编我来分享一些自己的愚见。首先 Top Glove ADR 的暴涨，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美国海关那边要解禁 Top Glove 的手套了。但是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季度被禁止入境美国， Top Glove 的销售额才减低 4%。如果解封真的足以让 Top Glove 的股价上涨一个 68% 吗？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今天 ADR 和马股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是不是星期一马股的 Top Glove 也将会填补这个差价上升到7令吉50仙呢？毕竟国外的机构可以在马来西亚以便宜价格买到 Top Glove， 然后在美国也高价售出。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ADR 在星期五的 volume 成交量也就是只有大约54万，而且这个已经是历史新高的成交量了。反观马股的 Top Glove 在近50天的每天平均成交量都有260万，也就是说 ADR 的最高纪录都不到马股平均的 28%。你们觉得这样的成交量可以在马股推起波澜吗？但是这件事也算是首宗，相信只有等到星期一才能揭晓答案，而且小编也跟你们一样期待着。但是这里也要奉劝大家，不理智的投资是危险的，买卖要了解原因，不要盲目的跟从。那么你们觉得在未来手套的产能会过剩吗？接下来 ASP 会不会跌破疫情前的价格呢？欢迎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如果想要小编我分析未来手套的产量与 ASP， 并跟进这一次 Top Glove ADR 的事件，请为这支影片点赞，并在留言区打上 TTT 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